朋友们啊，前几天我在视频里面说，我想这几天如果天气好的话，我们要趁着这个时间，把这间厢房，也就是厨房和餐厅的位置，打一块橡胶板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开始改造这栋木房子。昨天是下了一场雨啊，所以我们在家里休息了一天。现在我身后的清水江呢，也是长满了洪水，水是非常浑浊的。这边橡胶板所要做的一些工作呢，我们都已经全部做好了，准备呢明天就过来打橡胶板了。也不知道明天的天气究竟如何。而且在我的身后呢，这里之前我们是倒了很多土，现在这个土呢，经过一场雨之后是往下沉了，所以我们要在这背后呢修建一道挡土墙。师傅就在底下做工，我就带大家一起看一下。我们现在改造的这栋木房子啊，已经17年没有住人了。我觉得和去年我们改造河边那栋房子差不多的情况。房子非常的破旧，下了一场雨之后，千疮百孔的，到处都漏雨了。看这些楼枕啊，被雨水浸湿，都腐烂了。包括这边，今天我们过来的时候，整个地面很深的积水，刚刚清扫干净。现在吃了中午饭，还好我们在下雨之前看了天气预报，在这边2楼的位置，我们是买了一块这样黑色的薄膜，盖了一层啊，要不然我们底下的一些工具啊、电器啊，全部都被雨水给浸湿。看这屋顶上的瓦片啊，到处都是通了眼，到处都在漏雨。搬了一台电风扇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吹一下还是比较好的。昨天下了这场大雨之后，整个清水江里面啊长满了洪水。现在这边的钢筋啊，全部都已经绑扎好了，我就走一圈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地梁，我们打的是30公分的高度，25公分的宽度，从那边是一直延伸过来，串联成一个整体，这样子呢更牢固一些。这边是刚刚修了路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铺上木板修了路呢？因为啊，我们是明天准备要打这块橡胶板，所有的水泥砂浆呢要从那边和好，然后用斗车转运过来。所以这边是专门留了一个师傅在这里修路。这边的钢筋已经全部绑扎好了，这是地梁，那边是圈梁，主要的位置全部都有大梁的。整个钢筋呢，我们是铺满了一层，在这个位置，包括这边是土地的地面，我们也都是全部铺上了钢筋，这样子更为牢固一些。这边啊，边膜的模板，我们为了让它更牢固一些，用铁丝这样子给它绑起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打这个分离图的时候呢，它不会往外面撑开，大概间隔5到60公分左右，我们绑上一根铁丝。这样子打出来的橡胶板应该就是非常牢固，在上面建房子没什么问题了。实际上大家看一下这栋破破烂烂的房子，通过我们的改造，我相信应该还是很漂亮的。其实把整栋房子的基础都算重新再做了吧，相当于呢又重建了一栋房子，和去年我们改造河边那栋房子差不多。整栋房子啊，最后能剩下来的基本上没有了。
这个房子的主体呢，我们还是给它保留着，但是整个外墙呢，几乎我们都是用水泥砖，给它全部包裹了一层。看一下江面的水啊，很浑浊。这条江的上游是在贵州那边，所以这些水很可能都是从贵州流过来的。我们这边下的这场雨啊，持续了1天1夜，所以下得很大。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，我们整个房子的周边啊，所有的基础就是地梁，全部都重新做了。所以我说这栋房子啊，相当于重建了一样的。以前这栋房子大概建筑面积啊，将近只有100来个平方左右。通过我们这样子一扩建之后，最少是加了接近100来个平方左右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房子的前屋檐部分，我们是扩展了1.1米，背后呢，在那个位置，我们也扩展了1.1米，相当于房间里面呢，整个就加宽了许多了。这边地梁啊，全部都已经绑扎好了钢筋，并且在接头的位置，我们是用电焊机给它焊接起来了。之前买的这些领子啊，还剩了一部分。在后期呢，装楼板的时候，全部都用得上。这边是拉过来的模板，也没有用完。在下雨之前啊，我们是拉了好几吨水泥啊，全部是堆放在这边，又拉了好几车沙子，因为这边啊是公路有点窄，那个天泵车啊是开不进来的，所以这个线脚板我们要自己人工来打了。先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，这一堆也是水泥，这边也是水泥，后面呢还有沙子，这边都有好几车沙子呢。其实整栋房子改造好了之后，可能大家看不到究竟这些材料用到了哪里。实际上，在我们每天做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最清楚的。一栋房子啊，如果要想建得好，以后它的寿命很长，后期生活起居好用，那所要用到的材料是非常多的。基础不做好，你后面装修做得再好，都是没什么用的。现在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下了一场大雨之后啊，我们回填的这些土呢是往下沉的比较严重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想到了要砌一面挡土墙。那砌挡土墙是有2种方法，我们是把基础都已经全部挖出来了。第一个方法呢是用砖来砌，第二个方法呢和这边一样，用石头来砌。那大家觉得哪种比较好呢？这个我是很想征求大家的意见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告诉我，到底是用砖还是用石头来砌这面挡土墙？首先呢，需要把这边深沟挖出来，打上水泥砂浆，做一个垫层，做一个基础。看这边已经挖下去这么深了，要不然这面挡土墙呢，也差不多有接近1.7米8左右的高度吧。这面不封墙的话是肯定不行的。现在师傅啊，把这些多余的土全部转移出来，运到那边。以后在那边呢，要修一个化粪池，再把这些土肥填进去。
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下方要修一个发粪池，先把这些多余的土转移到这边，发粪池建好了之后，再把这些土回填盖住发粪池。刚才我们说那边是准备要砌一面挡土墙，那这边呢，可能我们就不会砌挡土墙了，直接这样子给它留空就可以了。之前有很多朋友说，在这底下，做一个停车的。实际上，我们这个院子啊，停车的地方太多了，我们不必要在这底下修一个停车库。毕竟还是要修一个发粪池的位置。实际上这边啊，我们是留了很宽的位置，看最起码可以停下2辆车左右吧。后期我们把房子改造好了之后，这块位置啊，给它硬化起来，就可以把它利用起来了。希望明天会有个好的天气吧，要不然像今天这样子开着太阳打橡胶板，人肯定非常累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